待富二代男友回家当天，妹妹故意换了身蕾丝吊带，整个人八爪鱼似的贴着男友大腿问：姐夫，我姐是不是把你照顾得很好啊？男朋友尴尬的支支吾吾，妹妹却咬着下唇继续道：真羡慕我姐，不像我到现在还没体会过。在谈婚论嫁时，她更是直接掀开我身上的裙摆说：姐夫，看你这么老实，我实在不忍心瞒你了，你可玩不过我姐这种女人，她为了升职，背地里给老板堕过好多胎呢。男友听后一脸懵逼地看着我：你为我堕过胎？楚悠悠并不是我亲妹，而是我2岁时父亲占有遗孀送来的孩子，虽不是亲生，但到底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，我也一直把她当亲妹妹。可楚悠悠却总是对我不冷不热的，平时连话都不愿意跟我多说一句，但她会在我找爸妈撒娇要钱的时候摔手机砸碗，深夜发朋友圈暗讽原生家庭出了个吸血鬼，甚至在我初中的时候把喜欢我的小混混偷偷塞进我的房间，引诱他说女孩子说不要那就是要，平时当着爸妈亲戚的面表现出一副尊重我忍让我的模样。有几次我忍无可忍的大闹过，质问他为什么针对我，可楚悠悠总是会一脸茫然又无辜地看着我：姐姐，你胡说什么呀？你可是我姐姐，是这个家里亲生的女儿，我怎么敢针对你呢？转头便眼里含泪扑进爸妈的怀里。爸妈私底下找我说过很多次，楚悠悠不是亲生的，女孩子内心敏感，或许有时候会冒犯我，我要大度忍忍她。为了阖家欢乐，再加上都是些小打小闹，我不愿意过度计较，一直忍让。直到放假的这段时间，我把男朋友带回了家。周巡是我学长，毕业后我又进了他家的公司，日久生情后，我便答应了他的告白。那天我在家族群发了周巡的照片，简单带过他的家庭背景，官宣这段恋情。爸妈很高兴，刷屏祝福。只有楚悠悠百年难得一见的主动给我打来电话，开口就是劈头盖脸的质问：你真行啊你，快跟我说说你怎么勾引到富二代的。我实话实说后，楚悠悠很久没说话，在开口时声音带着压不住的酸。我说你高中那会儿怎么拼了命的学习，原来就是为了上好大学，去勾搭这种心思单纯又家庭富裕的男生。他的话听得我很不舒服，我直接对了回去：不然呢？像你一样高考连本科线都没过，留学4年花了爸妈大几十万，结果回来还找不到工作是吗？楚悠悠被我戳中痛处，气冲冲地挂了电话，但她却在群里假装欢喜，也跟着爸妈疯狂地催我把对象带回来，甚至无数次明里暗里地打探周巡工作地点。我稍不留神漏了点口风，他第2天就坐着高铁过来了，没找到人后才灰溜溜地回去，一直到临近清明我才把周巡带回来。但我没想到从下了高铁，楚悠悠就再给我摆脸色。车里分明坐得下3个人，可楚悠悠愣是打着不愿意挤到我，免得我这个大小姐又对她发脾气的名号，给我单独叫了一辆车，自己却拉着周巡捂着嘴笑说：哎呀，我车技不好，你来开车，我坐副驾驶好不好？等我一身热汗回到家后，推开门就看见楚悠悠拉着周巡的衣袖摇晃肩膀。我刚抹的护手霜，不想脏了手，你喂我吃2颗草莓行吗？周巡有些尴尬的拒绝了。楚悠悠当即就不高兴了：你是怕我姐生气吧？我真不明白你喜欢楚清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她高中就跟人乱搞男女关系，同时谈了3个还是4个男朋友呢？我一下子被气笑了，直接冲着厨房喊：爸妈，楚悠悠说我高中同时交了3、4个男朋友。我妈率先探出头来，楚悠悠马上矢口否认：我开玩笑呢，悠悠，这些话可不能乱开玩笑。我妈严肃地说。楚悠悠吃瘪，转头冲我发火：我就跟你男朋友开个玩笑，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吗？俗话说清者自清，你要是心里没鬼，你急什么？他赌气地进了房间，把门摔得咚的一声。爸妈忙着做饭，没人搭理他。楚悠悠很快若无其事地出来了，她换了一套蕾丝吊带，抹了口红，弯腰的时候身上的风光叫人一览无余。周巡低头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恨不得做瞎子。楚悠悠偏偏不知趣，硬生生挤进我跟周巡中间坐下。周巡，你跟我讲讲你是怎么认识我姐的？周巡来了精神，细细描绘我们大学时初见初识的场景，言语之中满是爱意。但凡是个正常的妹妹，知道未来姐夫如此爱自己姐姐，一定十分欣慰。可楚悠悠却越听脸色越难看，到最后整个人八爪鱼似的贴着周巡大腿问：姐夫，我姐在那方面是不是把你伺候得特别爽啊？周巡立刻把头低下去，尴尬得不得了。见你女孩子打听这些，周巡已经尴尬得支支吾吾。楚悠悠依旧不依不饶，咬着下唇继续道：真羡慕我姐，她经验丰富，不像我到现在还没体会过。楚悠悠的话惹得周巡面红耳赤，
我忍不下去了。楚悠悠，你这样合适吗？我怎么了？楚悠悠反唇相讥，我说的本来就是实话，你不就是经验丰富吗？我冷笑一声，想体验是吗？楚悠悠没有正面回答，反而阴沉地盯着我。楚青，你一回来就欺负我是吧？我脸色也没好看到哪儿去。本来我跟周寻家庭情况就相差甚远，如今楚悠悠还这样胡搅蛮缠，周寻不觉得我们家都是变态就不错了，我还有什么脸去见他的家长？我压着脾气，心平气和地说，我带周寻回来是要谈婚论嫁的，你不坏我的事，我自然不会欺负你。很快到了饭点，爸妈亲自做了许多菜，饭桌上气氛其乐融融，眼看着我们连结婚日期都要敲定了。楚悠悠再也坐不住了，她装作一副满心为了我考虑的样子，拉着周寻说，我姐可金贵了，别说做饭，就是烟火味儿也闻不了一点，你们以后结婚了，饭可都要你做。周寻以为这是考验，转头搂着我笑道，别说做饭，洗碗我也包了，叔叔阿姨妹妹你们放心。楚悠悠脸色一僵，不甘心，我姐还特别懒，连内裤都不洗，每次都是我帮她洗，我顿时要发作。周寻把我摁下，这有什么？打我跟楚青交往开始，她的衣服都是我洗的。说完，周寻害羞的耳根发红，爸妈的笑容越发灿烂了，互相挤眉弄眼，满意我掉了个金龟婿。楚悠悠的脸色却肉眼可见的更差了。周寻，我看你是个老实男人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想再骗你了。他猛地一把掀开我的裙子，指着我肚皮上的一道浅浅的疤痕说，你可玩不过我姐这种女人，她为了升职，背地里给老板堕过好多胎呢。我急忙想要把衣服摁下去，楚悠悠却生怕周寻看不见，恨不得把我衣服都给撕了。我怒吼，你到底发什么疯啊？楚悠悠不甘示弱地瞪着我，你急什么？你肚子里没死过人，你会急吗？像我这样干干净净的女人，才不怕被人掀衣服查证清白。妈妈连忙帮我防着走光。悠悠，你怎么能掀你姐姐的衣服呢？爸爸也黑了脸。悠悠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姐？楚悠悠却振振有词，爸妈，这件事我很早就知道了，我姐瞒着你们做的流产，我一直没有说出来，担心毁了她的清誉，但是我现在实在不忍心看到一个单纯的男孩子被骗。周寻，你们家有钱，如果你娶了他，就等着被他吸干血戴绿帽子吧。这一刻我再也忍不下去了，肚子上有疤旧，非得是剖宫产。你前2年脑袋上还缝针了，你是不是脑残？话音刚落，我直接哐哐2巴掌扇在楚悠悠脸上，她吃痛的松开手，我毫不客气地抓着她的头发接着扇。楚悠悠，你这是给脸不要脸，我忍你很久了，这些年为了家庭和睦，背地里我不知道受了多少的委屈。楚悠悠喜欢吃辣，所以我们家餐桌一年到头全是红油，我每次都被辣得又拉肚子又烂嘴。只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了了，让我妈单独给我做了份清汤的，哪知道楚悠悠上桌立刻红了眼，一句话不说，转身摔门回房间。爸妈急忙追进去，里面传来她歇斯底里的声音，你们明明知道我喜欢吃辣，还故意做清汤的，我到底不是亲生的，你们根本不爱我。爸妈出来后严厉地批评了我自私，从那以后我就只能偷偷在自己房间里吃。高中时我捡了一只流浪猫，哀求妈妈将它留下，可等我买好猫粮回家，却被告知猫已经被扔了。爸爸训斥我，你妹妹对猫毛过敏，以后别捡这些东西回来。最严重的一次是我高考前1天，他偷偷在我的牛奶里加了安眠药，还好我定了5个闹钟，愣是挣扎着醒了过来。楚悠悠听见动静起来，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我，我去，这都能醒？我来不及跟他计较，匆忙奔赴考场，但浑身无力，脑袋完全转不动。坚持完2天高考后，我发了疯的要去殴打楚悠悠，她躲在爸爸身后，红了眼眶。我根本没有喂你喝安眠药，你凭什么污蔑我？你说我针对你，我有什么理由针对你？倒是你一直欺负我，还故意让我过敏，我都没有怪你，你现在还要给我泼脏水。这件事因为无凭无据，最终不了了之。这么多年，新仇旧恨一起算，我扯断了楚悠悠好几撮头发，她凄惨地尖叫着，妈妈不断地哄着我松手，楚悠悠疼得哭了，喊着爸妈。我爸一下子心疼了，对我说了狠话，楚青，你像什么样子？赶紧给我松手。我心里猛地一沉，撒手后质问我爸，你怎么不说他像什么样子？他当着我面造我黄谣，我还不能发脾气了？我爸面露不悦，你妹妹只是开玩笑，谁也不会当真。周寻自打我动手的时候，就一直小心翼翼地护在我身边，替我挨了好几下楚悠悠的拳打脚踢，如今也是一脸懵逼地看着我，你为我堕过胎？我还没说什么，他自顾自说道，我知道妹妹是开玩笑的，别生气了。我爸转头呵斥我，你听见没？根本没人当真，你至于发这么大的火吗？
楚悠悠躲在我爸身后，小声的抽泣着。乍一看，好像一切都是我的错一般。我猛然寒心了，我终于明白，也终于看透，我爸原来自始至终都是偏心的，就像当初那只小猫一样。他分明清楚楚悠悠根本不对猫毛过敏，却还用他拙劣的借口来敷衍我。原来楚悠悠敢这么欺负我，都是被我爸明里暗里惯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转头对我妈说：“妈，我先送周巡回去，家里的事情不处理干净，我也没心思跟周巡谈情说爱。”周巡临走时拉着我的手，劝我不要太过于生气，你妹妹一看就是嫉妒你，你放心，等我回去搬救兵，一定替你好好出口恶气。我没放在心上，送走她后便回了家。还没进门，就听见里面传来的争执声。爸爸正在责怪妈妈：“你看看你把楚清惯成什么样子了，仗着是我们亲生的，从小到大总是欺负她妹妹，现在更是找了个有钱的男朋友回来耀武扬威。她有没有考虑过悠悠的感受？悠悠本来学习、相貌、工作都不如她，现在连找对象也差她一截。悠悠心里有怨气是应该的。”妈妈替我争辩着：“楚清自己有本事不行吗？你做爸爸的怎么见不得自己女儿优秀？”爸爸声音更大：“那他就能仗着自己有本事欺负他妹妹？他要是懂事，就不该把周巡带回来。”门外，我顿时一股无名火起。凭什么因为我优秀，我就该让着悠悠？凭什么因为我是亲生的，就该考虑他脆弱的心灵？谁有替我着想过？我猛地推开了门，我爸的声音戛然而止。他瞪了我一眼，语气难听：“你妹妹现在还在房间里哭，给我进去道歉。”我讥讽道：“凭什么？我又没做错。”我爸声音更大了：“你以为我真不知道是吧？你是女孩，我这个做爸爸的不好明说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初中就往家里领男人？要不是悠悠拦着，你哪里等得到毕业？初中就得搞出孩子来。”一股滔天的怒火和恨意几乎要将我淹没，我气得整个人都在发抖，歇斯底里地喊着：“为什么楚悠悠说什么你都信？为什么不信我？初中那次是他把人偷偷塞进我房间的，如果不是我反应快，我就被强奸了。我为老板堕胎，我老板就是周巡。这么拙劣的谎言你都相信，你就是偏心。”话音刚落，我爸突然扇了我一巴掌，妈妈尖叫一声，连忙把我护在怀里。我爸的眼神失望至极：“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陷害你妹妹？你初中的时候家里有监控，你妹妹亲自带我看的监控，你让我怎么不信？再说了，谁知道你堕胎的是哪一任老板？”这一刻，我突然疲惫了。只要一个人不信任你，他能找到10000种理由去怀疑你。我被逼成疯子一样大吼大叫，情绪崩溃，恨不能剖心证明清白。可在他的眼里，都不过是巧舌如簧的狡辩罢了。我爸再也不看我一眼，进楚悠悠的房间去安慰她了。妈妈替我冰敷脸，欲言又止：“青青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今天不该对你妹妹动手，还打得那么狠。你们毕竟是亲姐妹，她只是看你肚子上有疤，误会了你而已。悠悠她打小性格骄纵，但本性不坏。”我用力地推开她的手，难掩愤怒：“那你为什么不怪楚悠悠当着我男朋友的面造我黄谣？为什么不怪她掀我衣服？她性格骄纵，我就活该一辈子忍让她吗？”我妈连忙安慰我：“妈妈是不希望你们姐妹为了一个男人离心，你也别怪你爸爸打你，他偏心悠悠，我偏心你，都是公平的。”我看着她的眼睛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妈，你真的偏心我吗？真的偏心我？那为什么不跟爸爸无条件站在楚悠悠那边一样，站在我这边？”我忍无可忍，订了回工作城市的机票。收拾东西的时候，妈妈敲门喊我出来吃饭。爸爸走过来，伸手想摸被他打过的脸，我躲开了。今天爸爸太冲动了，不该打你，是爸爸的不对。他说道：“你今天打你妹妹也不对，你去跟你妹妹道个歉，这件事就过去了。”我抬头看过去，楚悠悠坐在餐桌旁边，若无其事地玩手机，对上我的视线后，毫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。妈妈也在旁边轻轻推了我一下，示意我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影响家里的和睦。我的视线一一看过他们，所有人都是平静的、相爱的，只有我在歇斯底里后，心口留下了一个巨大的伤口。这场闹剧伤害到的只有我一个人，可现在却让我这个受害者去道歉，让我无底线的低头退步，以换取一个表面和平幸福的家庭。我看着他们的眼睛，一字一顿：“我不道歉，这个家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爸妈，你们自己选。”爸妈愣了一下，还没说话，楚悠悠直接摔了手机，站起来指着我说：“如果不是看在爸妈的面子上，我才不会跟你这种人做姐妹。你从小就会算计，在爸妈面前跟我装姐妹情深，背地里总是欺负我是捡来的。明明是你把我打了一顿，现在还在这里冲什么冲啊？有本事你走啊，你走啊！”我根本不搭理他，只是死死地看着爸妈。
爸爸脸色逐渐冷凝起来，不悦的眼神把我笼罩。楚清，你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吗？妈妈连忙抓住我的手哄我，不想道歉就不道歉，先吃饭。我甩开他，继续追问。妈，我要你选，你选楚悠悠还是选我？楚悠悠咬着下唇看妈妈，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。妈妈到嘴边的话一下子咽了回去，比起她表露出来的柔弱、无助、可怜，我的神情冷静果断，显得有些无情。我知道这就是我比不过楚悠悠的地方，她总是会装巧卖乖，以眼泪和撒娇获取自己想要的一切。可我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不肯低头，势必要争个输赢对错。我自嘲地笑了一下，我已经订了机票，待会儿就走。我转身回到房间，妈妈想要跟进来，却被楚悠悠拦住了。关上门，楚悠悠尖锐的声音依旧刺穿了我的耳膜。妈，楚清就是被您惯的，我好歹是她妹妹，她给我摆脸色几个意思啊？让她走，那么看住外面的男人，等以后受了婆家的气，还不是要乖乖回来低头？爸爸也沉声道，悠悠说的是，不能让她觉得自己是亲生的就可以为所欲为。我用力地把衣服摔进行李箱，想掩盖住外面的声声指责，憋了许久的眼泪最终无声地掉了下来。这时周巡的电话突然打来，青青，这是你的家，凭什么是你众叛亲离，一无所有地离开，而楚悠悠却可以鸠占鹊巢，享受本属于你的一切？或许把你赶走，让你跟你爸妈彻底断情，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。我抓着手机猛然清醒，周巡说的对，凭什么是我走？凭什么从小到大永远都是我在退让？我曾以为冷处理能换来家庭平静，却不知我在外时，楚悠悠正肆意侵占我的东西，甚至想把我从家里彻底挤走。电话里，周巡安慰我，别怕，明天我和爸妈来替你撑腰。第二天，我故意睡过头，10点多起床时，家里已收拾干净。我爸穿着昂贵衬衣，头发还抹了发胶，他却冷哼，你就会窝里横，欺负悠悠。他还主动去接周巡一家。我没说话，等着看楚悠悠的殷勤。中午周巡一家到了，爸妈热情迎接，周爸周妈先夸家里是书香门第，我爸正得意，周妈话锋一转，楚律师，你教育子女可不太行。悠悠说楚清初中带外人回家，还作风不端，把周巡当备胎，连高考成绩都是你们找关系弄的，要不是悠悠实诚，我们差点被算计。我爸笑容僵住，我心里一紧，却见周巡给我使眼色，顿时安心。楚悠悠慌了，我没说，周阿姨你。周妈打断他，拉着他手装心疼，好孩子，我知道你不是亲生的，受了不少委屈。你说楚清高考前给你下药，害你少考2门，没考上本科，我们都知道。我爸脸色通红，悠悠，你真这么说？是你自己不想上补习班，以死相逼啊！我妈也急得语无伦次，青青没有那些事，你别乱讲。楚悠悠想哭诉，周妈又说，你别怕，跟我走，做我儿媳妇。楚清我看不上，你见周巡就想抱他，我都看在眼里。爸妈终于明白过来，我爸沉脸骂楚悠悠，你还有没有教养？为了男人害姐姐。我妈失望摇头，我们把你当亲生的，你怎么这么恨我们？楚悠悠想靠周巡，周巡却猛地躲开，他脸都绿了。我打圆场，先安排周巡父母去酒店。到了酒店，周妈拉着我笑，好儿媳，我演得怎么样？要不要再浮夸点？周巡脸红着拉他，妈，别瞎喊。周爸也补了句，我觉得还能再浮夸。我心里的阴霾散了大半。回家后，楚悠悠锁房里哭，我爸没去哄，坐在沙发生闷气。见我回来，他局促起身，青青之前爸爸，我安排好周巡他们了。我打断他，明天你会好好替我谈婚事吧？他连忙点头，放心，这次是我错，我会解释清楚。楚悠悠突然摔门出来，拿着包就走。我爸怒喝，站住！他回头瞪，你只偏心楚清，凭什么他样样比我好，对象也比我好，我就该低他一等。说完就走。我爸坐在沙发上哭，没哭多久，周巡来电，楚悠悠进局子了。我和我爸赶到派出所，2个保洁正跟警察说，楚悠悠在酒店找周巡大闹。楚悠悠见我疯了一样冲过来，是你算计我。我爸拦在我前，他还想骂，我爸突然甩他一巴掌，你还知廉耻吗？我太失望了，这是我爸第一次打他。楚悠悠捂着脸不敢信。赔了钱，我们带他回家。刚到家，我妈拉我进房，塞给我几张存折，家里存款都在这儿，密码是你生日，车子明天过户给你。以前是我糊涂，让你受委屈，以后我只认你这个女儿。我攥着存折，心里五味杂陈。这时门外传来我爸尖叫，原来楚悠悠在跟我爸闹寻死觅活的。幸好送医及时，他没事，都是演的。
却把我爸吓得不轻。几天后，我爸找我，哀求道：“悠悠是我没教好，你就当为了我把周寻让给他吧。”我平静答应：“可以，但我要家里的房子。”房子过户后，我立刻卖掉了，带着我妈离开。楚悠悠出院才发现，家里房车、存款都到了我手里，她连落脚点都没有。我虽答应把周寻让给她，但周寻压根就没赴约。我爸来问，我无辜道：“他不愿意，我总不能逼他吧。”后来楚悠悠几次以死相逼，让我爸找我要财产，我爸却始终没开口。2年后，我和周寻结婚，听说楚悠悠实名举报我爸家风不正，在网上骂他偏心，说收留自己只是为了博名声。我爸被停职住院，让我妈去看他，我们才知道楚悠悠根本不是占有遗子，是他当年出轨生下的私生女。既然如此，他们父女的闹剧，我又何必掺和呢？